说说这个美丽大法案吧。这美丽大法案现在不好办了。共和党参议员罗恩·约翰逊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宣布，目前参议院中共和党人的数量足以完全阻止川普的和解方案。怎么又跑出一和解方案来呀？债务上限不搞到5万亿了吗？咱往下调，我不要那么多啊，我不会借那么多债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就你这个法案本身的支出和收入各方面，就这个大的赤字就不能被接受啊！还别说你那个债务上限的问题，大家都不同意。川普改了也不同意，这对川普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消息。而且又一个消息，国会预算办公室专业机构，他讲，按照这个法案，到2034年。整个的这个美丽大法案将使国家债务增加2.4万亿，这是一个说法，这也是从这个角度说啊。那也就是说，按照现在的这个预算的赤字，每年的预算赤字将超过2万亿美元，也就是什么呢？美国收入5万亿，花7万亿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，赤字2万亿，什么概念呢？哪来的赤字啊？它发美债嘛，发债券，也就是美国政府每个月要支付超过1000亿美元的国债的利息，一年多少？1.2万亿嘛。那美国总共一年的收入5万亿，也就是付国债的利息，就是政府总收入的将近25%，就付利息，就这么多钱。这都是这共和党人包括国会预算办公室拿出来的一些官方的数据。马斯克呢又发帖了，急了，他直接呼吁给你的参议员打电话，给你的众议员打电话，让美国破产，这个可不 OK。杀死比尔，原来有这么一个电影叫 Kill the Bill。原来那个叫比尔的人那女的穿着黄衣服，拿着长剑，跟中国学功夫的，那不是有一个电影吗？他把那个给贴过来了，杀死这个法案，或者叫扼杀这个法案。这次这可以说马斯克呢发动群众开始干这件事儿，等于这是现在点击率都上千万了。另外呢，马斯克在整个的推特平台上号召他的支持者，明年在中期选举中，把这次同意，也就是支持了这次的赤字预算的议员，大家要记住都是谁，把他给选下去，因为所有的投票在美国国会都有记录，各个选区查查自己那个议员当时投的是赞成还是反对，把他们选下去。到了这么一个地步，这毫无疑问，马斯克和川普政府已经不是裂痕，出现了决裂。现在在参议院内部，自己的本党同志也不支持，马斯克在外边发动群众，川普现在面临着内外交困的这么一个局面。那内还可以商量，这外这个人他较劲他有自闭症他一旦轴上什么事儿，一旦要干上什么事儿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那也得做工作呀。最后约翰逊呢，议长约翰逊就说给他打个电话吧。那天我看到美联社的那个帖子，说是通了20分钟电话，后来发现那个是不准确。他讲周二我试图和他打电话联系，但他根本不接电话。约翰逊直接就讲了，约翰逊对着镜头讲说，川普对此很不高兴。有多不高兴呢？媒体呢就顺着这句话采访了一些知情者，知情者讲川普暴跳如雷。你等于给我发动群众在社会上公开跟我干这家伙还得了？因为这个压力会传导到参议院，里外是通着的。那大家都给参议院打电话，这事儿不能让他过那参议员也没脾气。结果呢，在推特平台上，这个议长约翰逊呢就发表了一番评论，
啊，就说呢马斯克是有误解啊，这个法案挺好的，他不知道怎么样。结果就在他这个视频下边，马斯克给附了一句话：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增加赤字的新法案。然后在约翰逊的另一段视频上，他下边又给加了一句话，说真正读过这份法案的人，谁都不会忍得下去。他又给加了一句，下边啊那掌声如潮，都在底下附和。然后约翰逊呢，在这句话下边，他也回了一句话，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重新起草新的法案了，没时间了。因为这里边就等着钱呢嘛，美国有国债到期的问题，大家都担心美国国债会不会违约，因为等着这个新法案批下钱来才能新债还旧债嘛。前2天贝森特公开讲，我们不会出现违约，他们认为这个美丽大法案会得到通过。7月4号就等着过呢，那到现在这情况，这过啥呀？这里边重大撕裂。那怎么马斯克成了这件事的主角了？他怎么这么生气呀？现在已经愤怒到了背叛了，甚至是攻击他曾经大力支持的川普，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。为什么呢？大家说什么的都有了，你看啊，那个车的补贴也没有了啊，把他那个哥们儿本来上 NASA 啊，上航空管理局当局长。参议院都快过了的事儿，川普愣把名字给抽回来了。那以后那个什么金色穹顶啦，包括未来的航空航天，马斯克得到的补贴都会受到重大威胁。说马斯克不高兴了，我认识的马斯克还不是为了这俩钱儿的事儿，为了几亿美元或者几百亿美元，他不至于，他不至于。我认为他就是个有情怀的人，他跟这件事儿较上劲了，这件事儿让他彻底破防，伤害了他的理想。你看前一阵他支持川普，他走进了那个死胡同，他一定要干到底。法律你恐吓我啊，你竟敢贿选，你竟敢100万这么砸，谁也拦不住他。但现在你要让他折腾这件事儿，也同样谁也拦不住他。为什么让他彻底破防了呢？因为这份新的预算法案，你原本承诺的是要削减赤字啊。结果现在是反向操作，国防边境支出大幅增长，税收的减免是叠加的，医疗社保继续，财政的缺口是越拉越大。按照新的预算，未来10年，美国的净赤字至少再增加3万亿。现在美国政府基本就是1年收5万亿，花7万亿，已经是入不敷出了。你又再搞这么一个，等于呢又要往里边再扩大整个的赤字，他认为这实在是不行了。刚才讲了啊，这整个是1个月支付利息就1000亿美金，相当于政府总收入的25%来支付国债的利息。这已经占到25%，你再增加，它会进一步的侵占政府的财政支出。那怎么办？如果赤字继续增加，那钱最后都支付利息了，那社保、医疗、国防都会得到很大的挤占，那剩下的钱就没多少了。那你怎么弄啊？说过去拜登时期呢，他的失业率比较低。政府呢大力支出，政府是国家消费是占了一块大头了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减缓了一些赤字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所以说现在呢，别忘了啊，这国债是高利率啊，比银行的利息高，要不然大家干嘛买国债呀？好资产呀，在高利率的这个锁链之下，你就算经济增长一点儿，新增加的那点税收你也跟不上这个债务滚雪球，因为这个债的利率高，你都怼不上，你追不上的，最后是债滚债，导致越滚越大。当初呢，他也有责任了。你这成立这效率部，本来是想把农业、什么能源、教育啊、什么体育这些文化，这都给我砍喽，包括对外的一些援助都给砍喽。
结果到现在这美丽大法案是该缩减的也没缩多少啊，该涨的结果全都大涨，这超乎了以前的一些判断。那还有关税呢，你关税一年多收这2、3千亿，你杯水车薪，根本就挡不住。所以说现在马斯克呢，为什么陷入到又跑这边来，陷入到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？很明显，美国不是在治病，而是在加速自残。所以说到这个人不接受啊，我跟你拼了。凡是喊出来的，在公众这儿，那天自从他说我实在忍不了了，说明他前面一直忍着呢。到那天实在忍不了了，只要这一过了这个坎儿，后边就全变成负面的了。是只要而且一嚷嚷，大家一起哄架秧子，回不去了。你要说那哪天我跟川普握手言和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说这些话。别人可能这么做，马斯克是不会这么做的。啊，这个人这么多年，我们都看着他是知道的啊。实际上，两个人的分裂，我们原来都设想过。原来我在做节目里最早就讲过，你是干嘛的？你是做电车的，做火箭，做卫星的。你所有的这些领域背后都有2个字儿：全球。你是在做星链，你是在做全球化，你是在做自由贸易，你是在做全球贸易。你需要人才，你需要全球各方面的市场，你是沾了全球化的光，才有你的特斯拉、星链和你的什么星舰等等这些东西的。所有你做的这些买卖、这些理念，和那马克尔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。人那帮人是啊，小镇我们回去，我们不管这些事儿了，完全是2个方向。那他也不听啊，最后砸了3个多亿。把这个川普给推上去了，结果一上去让马斯克自己身家缩水至少1000多亿，所以说你这图什么呀？然后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，这是说事儿，再加上2个人的性格，原来就讲吧，性格决定命运。这2个人的性格，这是在一块能处的人嘛？最后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儿，都那么自我，都希望对方听自己的，大包大揽。俩人谁服谁呀？谁听谁的呀？所以说这件事儿呢，原来他是听川普的，戴着那帽子嘛。川普 everything is right， 这川普说什么都是对的。那现在你怎么不认了？那班农，那马克尔党也恨透了他了。哎，他呢，昨天的节目，有人还专门把他昨天播客里那片段发给我，解释了他前2天黑眼圈那件事儿。他说他怎么了呢？是马斯克和财政部长贝森特2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说2个人就吵着站起来了，就互相走在一起了。贝森特就骂他说：“你当时承诺要削减1万亿美金，你现在削减了连1000亿美金都不到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在干嘛呢？”然后2人就心口碰心口，都快挨上了。最后呢，2人就撕巴起来了。马斯克挨了一拳，打中了眼睛，这是班农说的。马斯克说是他小儿子打的，那么大一黑眼圈，他那儿子那拳头估计都没那么大。好家伙，弄不好是贝森特给了他一拳，这也说不定啊。所以说到呢，马斯克现在生气了，很伤心。就那天站在白宫啊，站在川普旁边，你看那个脸色各方面，看着这个人现在无论是心理和身体上都很不健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呢，整个现在川普团队的内部，在贸易战啊，包括关税战等等这方面的事情上，我现在隐隐约约看到，包括他这个支出法案，这个大烂尾即将在上演。所以说这件事儿啊，我现在不看好。